她是桑岐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躯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一回便有第二回。桑岐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。 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为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一指穆玄灵，还是一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 高凤雪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雪，她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岐西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雪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她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 你们以为高凤雪是什么好东西？她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岐西庄之夜，她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那暗族看不惯她欺凌弱小。 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玄灵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玄灵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，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。 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剑尊者。 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 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那么想的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是他？雪晨，仙盟。 师兄，
法剑尊者修为深厚无比，你拿元神之力硬扛他的自爆，当真是不要命了。对吗？方才在正气厅，各派已然想置穆玄灵于死地。若不是城主强撑着伤势震慑住众人，那穆玄灵已被他们当场诛杀。但眼下也只能先将他关入牢中。他为作恶，不该死。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。我为他把过脉，他体内魔气异动，时刻都在撕扯着他的经脉，他的灵窍受损。我也不确定他能扛到几时。最后半夜，竟连半点阳光也碰不得，凭什么？我才不要享了阴沟蓝区里苟活的殊意！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。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。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
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但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了。我不许你死！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陛下博学一学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当日我问你镜花宫的傀儡之乱是如何平息的，你回答的支支吾吾，是替他在遮掩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暗域圣女，可她的确是用魔功救了大家。但她是灵族，你竟替一个灵族遮掩，灵族最会蛊惑人心。桑琪让那妖女接近谢雪晨，定是想以此来乱了谢雪晨的修行。可谢雪晨本就被困在暗域，压在了熔岩底下，她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懂什么？桑琪向来阴险狡诈，以玩弄人心为乐。桑琪是我镜花宫的死敌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也不会放了那妖女。师傅，桑琪骗过你？胡说什么！
一个下贱灵族，也配染指我镜花宫的人？师父，您对桑琪的仇恨未免也太过浓烈了。秋眠，你也要恨他，必须恨他。他不仅血洗了明月山庄，还害死了你母亲。您不是说母亲是难产而死吗？师父只是一时口误罢了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武功，将他囚于雍雪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穆姑娘当日是被魔气所控，待神智恢复之后，一去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域起，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助谢盟，追谕令查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便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。
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一魔药善恶不分，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我谢雪辰立誓，自有我的道心，亦有我的判断。给穆玄灵散去魔功，并非定他治罪，而是要让他彻底脱离暗域的生活，求他千年，了却过往。从今以后，穆玄灵便是我雍雪城的人。想不到谢城主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吴姑娘大难不死，真是件好事。的确是好事。恭喜公子练成归离阵法。世人皆以杀阵为尊，殊不知能保全自身的守护之阵才是最难练。若做不到世间至强，那遇到劲敌时，能凭借阵法瞬间脱身，亦是至强之策。此阵一旦启动，对布阵者的损耗极大，若非生死攸关，公子我问过他了，问他愿不愿意随我回云秀山庄避世。为了你，他拒绝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为他散去魔功，便不会再有魔气反噬。散功十分凶险，对于一个灵窍破损的灵族，最终会导致身体败坏，走向一死。若他有玉阙宫护体，他便能活。这是另外一个秘密。10年前，我父亲在明月山庄寻到了重伤濒死的我。那时我神窍一会，人族之躯，需先开阴阳2窍，
体魄方能达到巅峰，而后再开神窍才能修道。你若神窍被毁，为何还能达到法相巅峰之境？谢氏一族代代拼死而战，时有受伤，所以自幼便要修习疗愈之法。我于濒死之际顿悟玉阙功，3日之内神窍重铸，修为不降反增。玉阙功还有这般功效？所以你要为他开神窍？是。有了神窍之后，他便可修炼淋漓，不用再受魔气灼体之痛，也不用再畏惧烈日灼烧，更不用再回暗狱，可以堂堂正正，好好的活在人间。让灵族拥有神窍，足以改变3界格局，但又有什么所谓呢？穆玄灵，好好活着，继续做那个有趣的人，给这无聊的世间添点新鲜事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谢晨，我了。穆玄灵，城主，撑过3日，3日之后，我带你去看人间，好不好？刚去看了新一批灵族的武斗，都厮杀了1个多时辰了，还没分出胜负，真是一批不如一批呀！哎，不是我说，这论狠论绝呀，远不如当年圣女，对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也想打架是吧？来呀！你可闭嘴吧！你还敢提圣女？尊上这2日心情不好，就是因为圣女宁死不归暗狱，你还敢提她？你找死啊！赤影回来了。哟，赤影，你可以啊！你这出去一趟，直接把500年的法剑给爆了，这同归于尽的气魄，不很是欣赏。这短短几日，我的修为竟达到如此境界了。赤影啊，自爆金丹把本体都伤了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你可真够厉害的呀！我早晚杀了谢雪晨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，快去虚空海里泡着吧。我可不喜欢太弱的同伴。我刚从虚空海出来，总觉得很奇怪。今日虚空海内魔气大盛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世一般。